嘿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咱们聊聊这个冷到骨头里的主题。世界上最冷的10大地方，冻到你怀疑人生。想象一下，外面冷到连哈口气都能变冰雕，生活就像在冰箱里开派对。准备好羽绒服没？来，一起冻到怀疑人生吧。第10名，罗杰斯山口。罗杰斯山口藏在美国蒙大拿州的落基山脉里，这地方偏得要命，周围全是白雪皑皑的山峰，积雪后到能把你的 SUV 埋成雪馒头。冷到啥程度？如果你在这丢个热腾腾的包子出去，落地前就变冰包，咬一口还得先用吹风机解冻。严格来说，它是美国最冷的记录之一。1954年那天的零下56.7度，至今让当地人一讲就抖3抖。为啥这山口冷成这样？答案是地形。罗杰斯山口位在落基山脉的凹槽里，冷空气像被困在天然冰箱，跑都跑不掉。冬天风一吹，感觉像被1万台电风扇开冷气模式狂吹，脸都冻成表情包。这里的冷空气清新到爆，吸一口感觉肺都洗了个冰水澡，超适合想冻龄的朋友来体验。不过提醒一下，手机在这可能直接关机抗议，电池会喊我不行了，给我调被子。别看罗杰斯山口人烟稀少，当地人可是抗寒高手。他们穿的毛衣厚到可以防弹，喝的咖啡热到能烫嘴，房子还得烧柴火，不然分分钟变冰窟。听说有居民出门忘了戴手套，手指冻得像冰棍，还得靠吹口哨自我鼓励。更搞笑的是，这里的熊都学会了抱团取暖，看到人类还想加入，像是说兄弟咱一起挤挤，省点暖气费。这里的野生动物也超硬核，鹿和熊都能在雪地里活蹦乱跳，证明生命力比你的 WiFi 信号还强了。虽然冷得让人想哭，但罗杰斯山口也有它的魅力。冬天来这滑雪，雪质松软的像刚出炉的棉花糖，滑下去爽到飞起。晚上抬头一看，星空清得像 4K 屏幕，偶尔还能撞见极光，浪漫到让你忘了冷。这地方适合极限运动爱好者挑战你的抗寒极限，顺便拍几张冻到发抖的帅照 po 上网，吸爆点赞。罗杰斯山口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个性。零下56.7度的记录让它稳坐美国最冷地标之一。生活在这的居民和动物都像冰雪战士，地形和气候打造了这片动人天堂。这里冷到连你的烦恼都会冻结，抛下一切来挑战吧。第9名，阿拉斯加。展望溪藏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深处，是个连 GPS 都可能迷路的偏远营地。1971年那天的零下62.1度，让它荣登北美最冷纪录之一，冷到你感觉像被丢进冰河世纪的片场。周围全是茂密的针叶林和冻土，积雪厚到可以堆个雪堡住人。这里的石油工人当年为了钻油在这扎营，硬是跟寒风 battle， 敬佩的我都想给他们颁个抗冻英雄奖。展望溪为啥冷成这样？因为它位在阿拉斯加内陆，远离海洋暖流，冬天冷空气像被锁在冰库里，跑都跑不掉。加上地处北极圈附近，冬季白天短到像速食面泡，好钱就没了，夜晚长得像在看马拉松电影。这里的极寒气候让它成为研究北极环境的绝佳地点，科学家和探险家都爱来这受冻。这里的冷空气清新到爆，吸一口感觉像给肺做了冰疗，效果满分。展望溪不是常住地，主要是石油工人和探险家的临时营地。工人住的帐篷得裹上厚厚毛毯，不然睡一觉醒来可能变成冰雕。他们喝的咖啡得趁热灌，不然秒变冰咖啡，连吸管都插不下去。更搞笑的是，这里的野生动物超硬核，麋鹿和狼在雪地里跑得比你还快，像是说小样儿，这点冷算啥？听说有只熊曾想偷工人的热汤喝，结果汤冻成冰块，熊一脸懵逼，像个吃瘪的卡通角色。虽然展望溪冷到让人想哭，但它可是冒险者的天堂。冬天来这，雪地摩托开起来，爽到像在玩赛车游戏。夜晚的星空清得像 4K 大片，运气好还能看到极光，绿光在天空跳舞，
浪漫到让你忘了手脚冻僵。还有这里的自然景观吸引极地探险者，适合拍抖音爆款视频，点赞绝对破万。不过提醒一句，相机得裹上暖宝宝，不然快门都按不动。展望溪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灵魂，零下62.1度的记录，冻土森林的荒野风情，石油工人和动物的抗寒传奇，加上极光和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这地方成为北美最冷地标。第8名，斯纳格。斯纳格是个藏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小村庄，人口少到一只手数得完，周围全是白雪皑皑的森林和冻土。1947年2月3日的零下63度，让它稳坐加拿大最冷纪录之一，冷到你感觉像被丢进冰雪奇缘的冰宫，还没暖气，河面冻得硬邦邦，能直接开派对，交通全靠飞机或狗拉雪橇，感觉像回到古代。斯纳格位在育空地区内陆，离海洋远的像跟温暖绝缘，冬天冷空气像被关在冰箱里，跑都跑不掉。加上北极圈的加持，冬季白天短到像你刚打开 Netflix 就没了，夜晚长得像在看8小时纪录片。这里的极端气候让科学家爱来研究，了解北极生态和气候变化。斯纳格的居民虽然少，但个个是抗寒猛将，他们穿的毛衣厚到能当盔甲，喝的热汤的一口干，不然秒变冰汤。房子得烧柴火，不然分分钟变冰窟。听说有人出门忘了带围巾，回家发现胡子冻成冰壶，像圣诞老人翻车版。这里的雪橇犬超硬核，跑起来比你家电动车还快，像是说主人爬上来，我带你飞。别看斯纳格冷得要命，它可是冒险者的隐藏宝地。冬天来这玩狗拉雪橇，雪花飞舞，爽到飞起。夜晚星空亮得像钻石铺满天，这里也是能看到极光，关吸引极地探险家，适合拍抖音爆款，点赞绝对破10万。斯纳格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个性，零下63度的记录，小村庄的硬核生活，雪橇犬和动物的抗寒传奇，加上极光和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加拿大最冷地标。第7名，冰中。冰中是格陵兰冰盖上的科学探险站，周围全是无边无际的冰原，风景单调到像白纸一张。1930到1931年的零下64.9度，让它荣登格陵兰最早极寒纪录之一。这里的冷风吹过来，脸冻得像被 Photoshop 成冰块，连自拍都自带滤镜。冰中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宝地，证明人类好奇心比寒风还猛。为啥这么冷？因为它位在格陵兰冰盖中心，海拔3000米，空气稀薄，冷空气像被锁在冰库里，跑都跑不掉。格陵兰80%土地被冰盖霸占，冬天太阳几乎不露脸，夜晚长到像在追8集连续剧。风一吹，感觉像被10万台工业冷气机围攻，冻到你想钻进雪堆里喊我投降。这里的空气清新稀，一口感觉年轻10岁。冰中的极寒环境让科学家能研究冰芯，解锁地球几十万年前的秘密。冰中不是常住地，是科学家和探险家的临时基地。他们穿的羽绒服后倒像太空服。更搞笑的是，这里的北极熊都比你会抗寒，看到人类还一脸嫌弃，像是说菜鸟，这点冷你就抖成这样。野生动物在这活得像冰雪战士，狐狸和海豹在冰面上跑得比你家狗还欢。冰中的生态系统强韧，动物和人类都练就了极地生存术。冰中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深度，零下64.9度的记录。冰原上的科学探险，北极熊和动物的硬核生存，加上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格陵兰最冷地方之一。第6名，北冰。北冰是格陵兰冰盖边缘的英国探险队基地。1954年那天的零下66.1度，让它荣登北半球最冷纪录之一，冷到你感觉像被丢进冰河世纪的片场，连长毛象都得穿羽绒服。科学家在这研究冰层厚度，住的帐篷得裹上3层毛毯，不然一觉醒来可能变冰雕展览品。
这里的冷风吹过来，脸冻得像被冰冻滤镜 P 过，自带冰雪特效。它位在格陵兰冰盖边缘，海拔高，空气稀薄。格陵兰80%土地被冰盖霸占，冬天白天短，夜晚长得像在刷10集 Netflix。风速还超猛，冻到你想抱棵树取暖。这里的空气清新到爆，吸一口像给肺来个冰雪 SPA， 冻到灵魂都清醒。北冰的极寒环境让科学家能钻冰心，研究几十万年前的地球秘密超硬核。北冰是临时科学基地，没常住居民，只有科学家和探险家硬扛。他们穿的羽绒服后倒像太空人，喝的热茶得秒吞，不然变冰茶还得用凿子敲。这里的北极熊和狐狸超会抗寒，别看北冰冷得要命，它可是探险者的终极梦想地。冬天来这，冰面滑得像天然溜冰场，夜晚星空亮得像满天水晶，美到你忘了手脚冻僵。极光像大自然在跟你说，冻你这么惨，送你个光秀当谢礼。想去北冰探险？先把羽绒服、毛毛、暖宝宝全塞包里，带上热汤，不然你可能会冻成冰雪界的抖音表情包。这地方补给靠空投，帐篷得选顶级防寒款，不然晚上得跟队友挤着睡取暖。这里的冷风会跟你嚣张喊，不穿40层衣服就别来跟我硬碰硬。北冰交通超难，需专业探险队，适合极限冒险者。带个热水壶，随时给自己加个抗冻 buff， 不然分分钟变冰雕。第5名，维尔霍扬斯克。维尔霍扬斯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硬核小镇，居民上千，硬生生在这北半球最冷永久聚居地之一安家。1892年2月的零下67.8度，冻到你感觉像被丢进冰宫里，还没开暖气。冬天长达9个月，河面冻得能开卡车，居民裹着毛皮大衣出门，不然秒变行走的冰雕。这地方夏天却能热到30度，堪称气候界的双面胶娃。维尔霍扬斯克位在西伯利亚的山谷里，冷空气像被锁在天然冰箱。冬天太阳跟害羞的小孩一样，露脸时间短，夜晚长超。这里的极端气候让居民的生活方式堪称人类生存教科书。维尔霍扬斯克的居民简直是抗寒界的超级英雄，他们穿的毛皮大衣后倒能当防弹衣，喝的热汤得秒吞。学校零下50度还照常上课，学生裹得像粽子，老师喊冻归冻，作业不能少。这里的驯鹿和马跑得比你家电动车还快，雪地里撒欢，像是说人类学着点，这才是冰雪派对。居民养牛马，冬天得把牲畜赶进暖棚，不然牛奶直接冻成冰淇淋，挤奶还得带电钻。夜晚星空亮得像满天 LED 灯，运气好还能撞见极光啦。维尔霍扬斯克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故事，零下67.8度的记录，居民的硬核抗寒日常，驯鹿和马的冰雪狂欢，加上极光和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北半球最冷聚居地之一。第4名，奥伊米亚康。奥伊米亚康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小村庄，居民约500人，硬是住在这个北半球最冷永久聚居地之一。1933年1月的零下71.2度，冻到你感觉像被丢进冰河世纪的片场，连猛犸象都得裹羽绒服。冬天长达9个月，河面冻得能开越野车，居民出门得穿毛皮大衣，不然秒变冰雕艺术品。奥伊米亚康藏在西伯利亚的山谷里，地形像个天然冰箱，冷空气沉底跑不掉。冬天太阳跟社恐患者一样，露脸时间短到像你刚打开 TikTok 就没了，夜晚长得像在追整季韩剧。这里的极端气候让科学家爱来研究，居民的抗寒生活堪称人类生存的活教材。奥伊米亚康的居民是抗寒界的超级战士，他们穿的毛皮大衣后倒能挡子弹，喝的热汤得秒吞，不然变冰块还得用锤子敲。学校零下50度还照常上课，小孩裹得像棉花糖，老师喊冻归冻，数学题不能停。这里的马和驯鹿在雪地里跑得比你家摩托车还快，像是说
人类学着点，这才是冰雪运动会。居民养牲畜，冬天得把牛马赶进暖棚，不然牛奶冻成冰棒，挤奶得带电锯。别看奥伊米亚康冷得要命，它可是冒险者的终极乐园。冬天来，这开雪地摩托，爽到像在拍《狂野时速》冰雪篇。夜晚星空亮得像满天 LED 灯，运气好还能撞见极光，绿光在天上跳舞，美到你忘了手脚冻僵。这里的自然奇观吸引极地探险家，适合拍震撼短片，抖音点赞绝对破1000万。奥伊米亚康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灵魂，零下71.2度的记录，居民的硬核抗寒日常，马和驯鹿的冰雪狂欢，加上极光和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北半球最冷聚居地之一。第3名，乌兰巴托。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，现代大楼和游牧帐篷混搭，居民百万，却得面对亚洲最冷首都之一的严寒。冬天零下49度，还没暖气，冷风像刀子刮脸，出门不裹严实，分分钟变冰雕。乌兰巴托位在蒙古高原，海拔1350米，冷空气像被锁在天然冰箱，加上大陆性气候，冬天干冷到像在吸冰块，太阳露脸时间短到像你刚打开抖音就没了。这里的极端气候让科学家爱来研究，城市生活与游牧传统的碰撞也超有看头。乌兰巴托的居民是抗寒界的狠角色，他们穿的羽绒服后倒能当盔甲，喝的奶茶得秒吞，不然变冰茶还得用凿子敲。城市里烧煤取暖，烟雾弥漫像仙境，但居民硬是用热汤和热情对抗寒冬。冬天市场召开，摊贩在零下40度卖冻肉，砍肉像在劈柴。这里的马和骆驼在雪地里跑得比你家电动摩多还快，冬天得把牲畜赶进暖棚，不然牛奶冻成冰棒，挤奶得带电钻钻奶头。乌兰巴托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魅力，零下49度的记录，居民的硬核抗寒日常，马和骆驼的冰雪生存术，加上夜市和极光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亚洲最冷首都之一。第2名，雅库茨克。雅库茨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城市，人口30多万，硬是建在永冻土上，堪称世界最冷大城市之一。1900年的零下71度，冬天市场卖的冻鱼硬得像石头，拿来当板砖都没问题。居民出门得裹上毛皮大衣，不然秒变冰雕，摆在路边还能当街头艺术。雅库茨克位在西伯利亚内陆，建在永冻土上，冷空气像被锁在超级冰箱。冬天太阳跟害羞主播一样，露脸时间短到像你刚打开 YouTube 就没了。这里的极端气候让科学家趋之若鹜，研究冻土和气候变化，城市生活硬核到爆。雅库茨克的居民是抗寒界的超级英雄，他们穿的毛皮大衣后倒能当坦克装甲，喝的热汤得秒吞，不然变冰块还得用凿子敲。冬天市场召开，摊贩在零下40度卖冻鱼，砍鱼像在劈柴，刀都得先烤热。冬天来，这开雪地摩托，夜晚看星空，运气好还能撞见极光，美到你忘了手脚冻僵。这里的自然奇观吸引极地探险家，城市里的传统萨哈文化体验适合拍震撼短片，抖音点赞绝对破1000万。雅库茨克不只是冷，它冷得有灵魂，零下71度的记录，居民的硬核抗寒日常，马和驯鹿的冰雪狂欢，加上极光和星空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世界最冷大城市之一。第1名，阿古斯圆顶。冠军来了！阿古斯圆顶是南极洲冰盖的最高点，海拔4000米，堪称地球最冷地标。2010年卫星测到的零下93.2度，连太空人都得裹3层毛毯。这里没有常住居民，只有科学家偶尔来探险，研究气候变化。周围全是白茫茫的冰原，风小但冷得像宇宙黑洞，吸走所有热量。阿古斯圆顶位在南极冰盖的顶点，海拔4000米，空气稀薄，冷空气像被锁在超级大冰箱。南极冬季太阳半年不露脸，这里的极端气候让科学家能钻冰心，
研究地球100万年前的秘密，堪称气候研究的圣地。阿古斯圆顶没有常住居民，只有科学家和探险家敢来挑战。他们穿的羽绒服后倒像太空服，补给全靠飞机空投，帐篷得选顶级防寒款，晚上还得挤成一团取暖。阿古斯圆顶太冷，连企鹅都不敢来。最靠近的野生动物在几百公里外的海岸，企鹅和海豹在那活得像冰雪运动员，滑冰跑得比你家狗还快，冰面平得像天然镜子，滑起来爽到像在拍007冰雪任务。夜晚星空亮得像满天钻石，超美。阿古斯圆顶不只是冷，它冷得像宇宙黑洞，零下93.2度的记录。科学家的硬核探险，冰原和极光的浪漫加持，让它成为地球最冷地标。好了，这10个地方是地球的冰箱精选集，每个地方都冷得有个性。这些地方不只是冷，它们是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传奇。这些地方展现了极端气候下的生存韧性，每一站都让你见识地球的冷酷与美丽。想去哪一个地方留言告诉我，还有记得订阅加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